您好，这是静姐说花。今儿我们来说说秋石斛。秋石斛又被叫做蝴蝶石斛，叫它秋石斛是因为它的花是在秋季开放，叫它蝴蝶石斛是因为它优雅的花朵有点像蝴蝶兰的花朵。秋石斛不仅仅是花朵的形状有点像蝴蝶兰，它对环境的要求也非常像蝴蝶兰，所以呢秋石斛的养护可以大致参照蝴蝶兰的养护方式，甚至就可以把秋石斛和蝴蝶兰放在一起养。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理论上秋石斛应该怎么养，最后再说一点我实际养护当中遇到的问题。秋石斛是喜欢明亮的散射光，不耐阳光直射，除非是温度比较低的冬季可以稍微直射一会儿，但如果光不足会影响到开花。光是否合适可以观察它的茎和叶，如果叶发黄有焦边那说明光多了；如果枝叶徒长，叶片变薄，那说明光少了。光少还会导致叶片的颜色更加的浓绿，不过叶片的颜色只能跟自己比，不能跟其他的兰花比，因为每个品种的兰花的叶子的颜色本来就不一样。秋石斛的茎叶快速生长期的温度大致是20到30度，当夜间的温度低于20度，大致在15度左右吧，会促进花芽分化。秋石斛不太能耐寒，冬季温度最好不要低于10度。秋石斛喜欢的湿度大致60%左右，50到70之间吧。秋石斛也是附生兰，所以它也是喜欢那种疏松透气、排水良好的质料。给蝴蝶兰使用的树皮混料就挺好。秋石斛的浇水也是要求见干见湿，不过如果是在生长季，它的那个干可以不用完全干透，从盆面插下去试探，大概上方2-3厘米的质料干了就可以浇。也就是说盆里的质料上面的干了，但盆底的没干就可以浇。冬季需要减少浇水，一年四季盆下面都不要积水，否则容易造成烂根。给肥也是薄肥勤施，春夏季生长比较旺盛，大概2周左右施一次肥吧。这说的是液体肥，也可以放一些缓释肥，那液体肥呢，适当的就可以少一些。在秋季之前，也就是花芽分化之前，可以适当补一些高磷肥，冬季停止施肥。对通风的要求也是通风良好。秋石斛是固定在秋季开花，通常来说呢，不需要催花，正常养护就行。不过呢，估摸着它要出花芽了，适当的控水，补点高磷肥，增加点光照，对出花芽都是有帮助的。开过花之后，这个花枝可以剪掉，但下面的假鳞茎不要剪，一定不要剪，因为老的假鳞茎还可以续花。这一点跟春石斛不一样，春石斛的假鳞茎开过花的位置就不会再开花了，但秋石斛可以再次开花。开过花之后，秋石斛也没有休眠期，花谢之后它马上就可以长根叶。其实在开着花的同时，下面新的假鳞茎也在生长当中，所以开过花之后，环境温度适合根叶生长，马上就可以给肥。但如果环境温度已经有点低，不适合生长了呢，可以暂时不给肥。秋石斛的换盆大约2年左右换一次，春季最好。换盆的时候可以清理掉不好的根，如果植株已经很大，也可以顺便分个株。所以秋石斛的繁殖，我们在家里能做的分株是其中之一。另外还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摘高芽，如果它的假鳞茎上自己长了高芽，可以摘下来单独栽种成一盆，这是第2种方式。第3种方式是剪下假鳞茎去育苗，如果是为了育苗，假鳞茎当然是可以剪下来了。
在养护秋石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。说几个常见的吧。第一个，不开花，原因可能是养得太弱了，没有累积够足够的开花的能量，也有可能是光照不足，或者是高氮肥太多了，这些原因还比较好处理。如果是因为秋季温度不够低造成的不开花，那这个就有点困难，必须制造一个相对低温的环境。第二个，叶子变黄甚至掉落。秋石斛不是落叶石斛，四季都应该有叶子。在养护过程当中，如果给水过于多，又或者盆下面积水了，给肥过于多，质料陈旧，已经板结了，透气性变差，盆里有虫把根啃坏了，光照过于强等等，都有可能造成叶子变黄甚至掉落。除了光照过强导致的黄叶需要遮光以外，其他的都需要检查根系。如果有烂根，剪掉烂根，喷点杀菌药，换新的质料，重新上盆，有可能会解决问题。以上就是我能想到的关于养秋石斛的方方面面吧，这是从理论上来说。在实际养护过程当中呢，我有2个体会吧。一个体会是，秋石斛养在室内花架上，跟我的蝴蝶兰在一起，相对来说长得比较好。如果拿到户外，是在离房子不远有棚子的地方长得也行，但如果拿得更远一点，跟文心兰、卡特兰放在一起，当然是放在它们的下方，这样光相对弱一点，在那个位置养的特别容易出问题。而一旦发现出问题呢，救治起来很困难。这算是我的第2个体会吧。出的问题通常都在盆里面，我分析有可能是里面有虫把根给咬坏了，也有可能遇到连阴雨的时候过于湿，它的根有点受不了。如果盆里面的根出现了问题，不仔细看的话呢，不太容易及早发现，一旦发现就有点晚了，所以救治起来相对来说就有点困难。所以我的感觉是，秋石斛养在室内，或者是有棚子的户外，就是能遮雨的户外，好像更好一些。以我的环境来说，秋石斛冬季最好是拿到室内，有棚子的户外也不太好，温度有点低。秋石斛我有好久没有说到它了，正好有话有问到，就说了这么多。那咱们下期再见。